以后有什么事情啊，直接说，不要绕这么大的圈子。请安静！对，请安静！这里是医院，不准喧哗，安静，安静啊！是你，加油！请安静！不好意思啊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！你跟我来。苏佳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徐如医院这么大，里面有很多优秀的医生。我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来做妇产科检查，这不行吗？不是，你要做妇产科检查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安排啊。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产生家庭纠纷。哎，宋夏，我问你，那天跟你订婚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对你好吗？他对我好不好，不关你的事。毕竟，我也要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找一个父亲。这样，你那天说这孩子是我的，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，我真的不记得咱们俩发生过关系。那天，我们在酒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我陪你。再拿个杯子。宋晓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痛痛快快的跟你喝一杯。对不起啊，我妈不让我跟你交往。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在这喝酒，我也是。来，嘉佑，这一杯，祝我们从此分离。
那天你喝得乱醉，我不敢把你送回家，因为我知道你妈妈不喜欢我，所以我就只有把你带到我那儿。没想到，我们就发生了关系。这么说，肚子里的孩子是我。说这些都没用了，反正你都已经结婚了。宋香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宋香，孩子多大了2个多月了。2个多月。我能不能请求你把孩子拿掉？老家佑，你凭什么让我把孩子拿掉？苏强，你声音小一点，这是在医院。我凭什么小点声？老家佑，没想到你的心肠这么狠毒，你是个伪君子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孩子也是个生命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你什么都为自己着想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宋香，是我自私。那好，既然你都决定了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我也没什么说的。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一大笔钱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把孩子给我。让我把孩子给你？你以为我宋香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稀罕你的臭钱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把孩子拿掉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这么做？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的慈悲，我也不需要你的可怜。别这样，我问你，跟你订婚的那个人，知道你现在有孩子吗？我们本来是要订婚，但是那天我遇到了你，我们就没订婚。没有订婚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的心里，我就爱你，刘家佑。这样我会心疼的。你说不让我哭，你说你会心疼。可是一个女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，她除了哭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加油！我真的不想给你添麻烦。我先走了。宋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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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香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嘉佑跟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
那个女人说她怀孕了，可是听起来肚子里的孩子好像跟嘉佑有关。这小娟她知道吗？这件事我是不是应该告诉小娟？嘉佑，冷静冷静，站着说，好好说。我今天看到你跟一个女的在一起，而且你们俩的关系，好像是……你胡说什么呢，钱安静？我哪里胡说了？你知不知道你们俩的对话内容我全都听见了？要不要我去告诉你太太啊？啊？钱安静，长能耐了是吧？不想干了吧？嘉佑，人家想干呢，怎么会不想干呢？干嘛为这点小事就叫人家不要干了？那你请我吃顿饭不就行了？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听见、没看见、不知道啊。好啦，你就当慰劳我平常辛苦的工作，好不好？请我吃顿饭，怎么样？反正也定完了，不去也不行。好吧好吧，便宜你吧。谢谢啊，嘉佑，加油！加油！不是说好了远一点再碰面的吗？哎呀，这里已经够远了嘛！再说这医院外头谁管我嘛？走嘛，吃饭去。走啦！小军，宝贝媳妇儿，你回来了？怎么这么晚啊？晚吗？哦，今天有应酬，我老爸拉我去的。啊，是这样啊。怎么你不相信啊？我真是跟爸一起回来的，不信你问爸。我老公跟我说的话，我当然相信了。我干嘛要去问爸啊？再说了，你有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啊？那是当然的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，你那电话响一声以后就再也打不通了。啊？我没听到电话响啊！我发现的时候，我手机已经没电了。哦，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我的笨媳妇儿，以后呢，出门之前要把电话充满电，要不然老公都找不到你。知道，我知道我老公忙，不但要忙着公事，还要应酬吃饭呢。真体贴。嘉佑，我们结婚之前你告诉过我，夫妻手中信诺。是啊。所以你跟我说的什么话，我都相信。我也希望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，好不好？我什么事情都不会瞒着你，好不好？嗯。哦，对了，我正有件事要告诉你，你外甥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说亮亮？对啊，大哥为了救亮亮，耽误了跟大嫂的结婚纪念日，为这事儿，大哥大嫂还闹得不可开交。这天怎么样啊？在婆婆家还适应吧？啊，谢谢姐，一切都挺好的。姐，我知道有些话我知道我不应该开口问，可是嘉佑的大哥刚才……你是说刘主任吗？是啊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跟他认识很简单，有一天他以为我要自杀，跑过来救我。再后来呢，我第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正好碰见他受伤，倒在地上满身是血，我就把他送到医院。就这样。知道姐心肠好，可是怎么了？
嘉佑啊，他大嫂非常精明能干，而且还有点神经质。说实在的，大根跟大嫂真的是太不相配了。实不相瞒姐，我跟大嫂啊发生过好几次冲突呢。小俊，你刚刚嫁过去，你可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任性了。那毕竟是你大嫂，你那么任性，你公婆能让你吗？你要学着成熟一点，懂事一点，知道吗？不要让我们总操心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也知道啊，我一心就想嫁给医生做太太，我一定会好好控制好嘉佑，也不再跟大嫂发生冲突。你这性格得改一改，知道吗？好了，姐，我倒是要好好劝劝你。他们刘家的人特别不好惹，尤其是我婆婆特别厉害，所以姐，你以后还是跟大哥少来往吧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辞职了。辞职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今天。哎呦，姐，那以后你们怎么办？还有亮亮你放心吧，你别忘了，姐姐我是护专毕业，现在医院那么缺护士，我去应征没有问题的。姐，我不是担心你的能力，我是……姐，拿，什么？这些钱你先拿着。钱？为什么要给我钱呀？你这钱……姐，你放心，这些钱啊是结婚的时候嘉佑说让我买点喜欢的东西。如今亮亮受伤了，你又把工作辞了，肯定需要用钱啊。小军，姐姐身上还有积蓄，等我需要钱的时候，我会跟你说的。哎，拿去。姐，你就拿着吧，别跟我客气。真的不用，收好了啊。姐，你拿着吧，你就拿着吧。怎么，两姐妹在这儿谈心呢？大嫂，小军，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姐姐说。小军，那你先回去吧。大嫂，你既然知道她是我姐姐，我是她妹妹，那我在这里应该不妨碍你们说话。好啊，如果你要听，我也无所谓。我可以跟小军一样叫你一声大姐吗？不敢当，你是刘主任的太太，又是小军的大嫂，按理说我应该跟小军一样叫你大嫂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算是亲戚，对不对？既然是亲戚，那有些话我直说，你就不要见怪了。我想，虽然小军刚嫁进我们刘家没多久，但是应该可以感受得到，刘家媳妇的这碗饭可不是那么好端的。这几年呢，我也算是为刘家尽心尽力，幸好也没犯什么错，所以我公公婆婆可是越来越喜欢我，越来越疼我了。我绝对可以体会到，你这刚离婚失去老公的痛苦，还有离开婆家的无奈，是多么的彷徨无助。同样身为女人的我呢，绝对可以明白你这老公被别的女人抢走的处境跟感受。所以，我也想请你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，如果今天换成你是抢别人老公的那个女人，你又会怎么想？我又该怎么做呢？大嫂，请你说话客气一点。我姐跟大哥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告人的事。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，我不知道。不过我总可以未雨绸缪吧。小军，今天如果换成是你的老公，有医院里面的护士一天到晚都喜欢你老公，一天到晚在勾引他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，大嫂的话我明白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医院辞职了。真的？等我儿子病好之后，我就会离开医院。我是不会破坏你的家庭的。哎，姐，张小军，你也一样。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刘家媳妇的饭碗不是那么好端的。
妈要你到财务室来帮忙，这几天你学到了什么？我可是会好好的考你的。大嫂，你先别说好好考我，我倒有些事情想好好的请教你。大嫂，就这几项账目的往来我看不懂，还请解释一下。你这是在查账？你怎么这么说？妈叫我到财务室帮忙，我当然要把前前后后的账给看清楚。这些都是以前的，我已经归档了，你不用看。我不用看，那我来做什么？张小军，财务室里面所有的报表跟签名都是我处理的，你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事要做的，只不过我们刘家没有吃闲饭的人，所以这样好了，你就每天到出纳组那里，把每天医院所有的钱都结算好，再拿到我这儿来就行了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可是妈让我来财务室，她是让我……张小军，请你搞清楚，我是医院的财务主任，医院里面所有的财务都是归我管的。其实我们医院没缺什么人，只不过妈怕你在家太无聊了，会出去花刘家的钱，所以才要我随便安排一个工作给你做。即使没事，我也会找事情做的。大嫂，请你以后说话斟酌一点。我张小军没有拿过刘家1分钱。是吗？可我刚刚才看到，你拿了一大叠钞票，想给你大姐，不是吗？怎么，我冤枉你了吗？这是家佑给我的钱，我没有贪污过医院的钱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妈既然让我来财务室帮忙，我就应该把这些账看清楚。大嫂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学商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拿了医院里面的钱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本来我应该看账，可是如果你不让我看账，只是让我出去那组把钱送过来给你，我觉得任何一人都可以这么做，你根本就不需要用我。好啊，有本事你去跟妈说呀！我会的，我会把这些事情都去告诉妈的。你。喂，你找我？是啊，我有一些要报税的事情想找你商量。那我们待会儿见。会计师那边有事要找我，我要出去一下。还有，张小军，这儿所有的资料我已经归档了，你最好不要乱动。而且档案放在哪里，我都非常清楚。要是谁乱动了，我一定知道，而且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将密码另外设定，打不开电脑。哎呀，我的鸡嘴啊！你给他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你这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你没事吧？二姐夫，哎呀，加油！爸妈、小飞，你们都来了，谁受伤啊？他你你怎么了？我被一个冒失鬼
撞到半空中，再从半空中摔下来，转了好几个圈，我脊椎断了呀！你脊椎断了，你还能？再说你脊椎断了，你应该去骨科呀，你找我个整形科的来干嘛？当然找你呀，只有你最了解我的身体嘛。没有，没有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被这个冒失鬼给撞到了，那我有可能哪里歪掉，将来需要整形嘛，所以我当然是找我们医院最有名的整形医师来帮我看一看喽。小飞，你赶紧把他转到骨科去。我就是要你帮我看，你如果不帮我看的话，我可是要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说来，你快点。过来呀！嘉佑，你给他看看吧。啊，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不帮我看，我可是要把你昨天跟那个女人的事情给说出来的。小飞，小军，安静，他怎么了？他哪儿受伤了？脊椎啦！哦，对，安静，她脊椎受伤了。安静，你脊椎受伤，怎么叫你这么人整形医生来看啊？来看，安静啊，这里疼吗？别动了，我可是被你弟弟撞伤的。二姐，我是不小心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军，你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？哦，我有些事想跟你谈。妈妈，要不要咱们到办公室里坐一下？不用了，嘉佑，你在这儿就好了。我们还得去看亮亮去啊，这儿就交给你们吧。啊，小飞，你在这儿啊啊！是啊，小飞，这个我们医院这位护士啊，经我的诊断，这个叫做间歇性的脊椎疼痛，啊，也不用吃药，需要按摩，好好的按摩。既然是你撞的，你就负责给他按啊，用力按。哎，二姐夫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干嘛打我啊？我是你可以随便摸的吗？啊！你不是说你脊椎疼吗？所以我脊椎怎么样了？我的脊椎啊，刚刚被嘉佑这样子一摸，全都已经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臭流氓，你以后再敢用这只手来摸我一下，我就把你这只手给剁了。你竟敢骂我是流氓？你再骂我，你死流氓、臭流氓、烂流氓、不要脸的流氓，骂你流氓怎么了？啊！臭流氓！你说大嫂的财务不清，我是在想，如果账目没什么问题，他为什么不肯让我看啊？应该不会的。妈那么精明，大嫂应该不敢在账目上做什么手脚。可是如果是这样，那他以前的账为什么不肯让我看啊？这个医院的账啊，以前都是大嫂一个人管，她一个人掌权惯了。我想你刚来，可能她不太适应。可是电脑我也没有办法进入啊。这就对了呀，宝宝。你想啊，大嫂管的是什么？财务，所有的重要资料全在那台电脑里。大嫂又不能24小时盯着那台电脑，要是随便让人进的话，咱的财务不全曝光了吗？可是妈给我个密码，我输入进去，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拒绝。可见大嫂在新的电脑里又输入了私人的密码。你说这样，我怎么才能知道公司的财务，还有整个医院的运营状况啊？还有啊，大嫂叫我到出纳组，只是负责收钱，这也太小看我了。分明是故意要跟我难堪的。哎，你可别这么想，别这么想。很多事情呢，需要过程。我想，等慢慢过了这段时间，大嫂适应你了，她自然会把这些事情交给你处理的。
慢慢适应。哎，那要是妈问起来我对公司的财务了解多少，我一问三不知，她肯定会认为我偷懒的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妈那边有我。老公是干嘛的？老公是专门用来对付妈的。好了，咱俩刚结婚不久，你也不用一天总想着医院的事情。有时间的话呢，多出去玩玩，出去转转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一天到晚不陪在你身边，可以吗？还是你自己想有一些时间啊？小娟，你这话怎么说的？佳佑，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我心里藏不住一丁点秘密，所以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对我有所隐瞒。你放心，你告诉老公，你究竟在担心什么？我姐才刚离婚，我也看到了大哥跟大嫂感情不好。以前我对婚姻充满了憧憬，可是现在我却对婚姻充满了害怕，充满了不安全感。小军，有我在你身边，你不需要害怕，也不需要恐慌。佳佑，你会真心对我，会对我忠诚吗？我会的，因为我真的特别爱你。这个是你说的。我刘家佑发誓，如果我让我的媳妇儿小军有一点失望，我任凭我的宝贝媳妇儿小军随便怎么处置，随便怎么发落，好不好？任凭怎么惩罚？随便发落。加油！怎么，这么着急找我，还发脾气啊？我问你，这几天你都到哪儿去了？你还说呢？你不是让我跟踪你的老公刘嘉诚吗？我得把你交代我的事情得办好啊。是不是你把刘嘉诚给打伤的？没错，不是你让我去收拾他。我是叫你教训他一下，我并没有要你把他给打死啊。我哪有把他打死啊？我就让他受了一点伤而已。什么叫受了一点伤？你差点把他打死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嘉诚一回来，就跟我吵架，甩头就走。我是因为气不过才打电话给你，要你教训他一下的。我刚刚做完一个大手术，我现在很疲劳。我一进门就看你的脸色啊，替你唠叨，你不高兴是吧？好，我走行了吧？刘嘉诚，你给我回来！刘嘉诚，回来！刘嘉诚，刘嘉诚！陈凯文，我要你去办一件事情。想不到你下手这么重，差点把他给打死，而且还让他失忆了好几天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说我这教训他，这下手我哪能分得了轻重啊？对吧？再说了，你都没告诉我刘嘉诚会练过几手，那天我差点都脱不了身，所以才把他打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怎么，
你心疼了？废话少说。怎么样？我要你去搜集刘嘉诚外遇的证据，你找到了吗？哎呀，说真的，你老公刘嘉诚呢，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，正是你疑心病太重。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办事啊？我就知道他跟一个女的。算了，你就先帮我对付另外一个人吧。谁啊？刘嘉佑的老婆张小军。张小军？没错。自从嘉佑娶了她之后，我们刘家就一直不平静。而且他现在在医院里也开始查我的账了。在我没有达到目的之前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。所以我要你去对付他，让我能够完全掌控学儒医院。陈凯文，我跟你说过了，刘家真正掌权的是我婆婆珍珠，她最怕学儒医院里面有任何丑闻发生，所以我才要你去搜集证据。如果搜集的丑闻越多，对我掌控刘家就越有利。看来我这次还真得实名人记了。不过我付出这么大，这点钱好像不够啊。这只是定金，如果你事情办得好，我会重重赏你的。研讨会是啊，这个研讨会在北京召开，可是不巧爸爸最近有些事脱不开身，所以想请你替爸爸去开这个会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啊？马上，我这是打电话。哎，不用了吧？先等等，我想有问题吗？我还有点事，我想坐明天一大早的飞机去吧。您不用跟我叫车了。可以啊，反正明天会议是上午10点多。你只要来得及，我没问题啊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干啥？爸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听你妈妈说，你最近跟杨澜闹了些意见，是吧？爸，杨澜，她不讲理。小陈啊，男人嘛，在外面逢场作戏那是很正常的，可是千万不要认真啊。我知道，一个男人碰上一个女人，虽然离了婚，可是风韵犹存，而且会显示他更加独特的气质，的确很吸引男人。所谓我为优，爸，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您该不是指我和张艺雪吧？还能有谁啊？爸，我是您儿子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以前喜欢艺术，可您要我学医，好，那我就改学医学。而且，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，我都按你们的要求做到最好。而且，这么些年，我也从来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情。这些还不能证明我是一个守规矩的人。大成，这一点我相信。这也是支持这些年来我一直为英语而骄傲的事情。只不过是，大成啊，我怕你顶不住外界的诱惑，
会。爸，您放心吧，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也一定会和您说的。如果我真要追求什么别的女孩，我也一定会先和杨澜把婚离了以后再去追求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不同意离婚。爸，离不离婚不是我说了算。您不知道，这些年，杨澜不知道跟我提过多少次离婚2个字。以前我都忍着，可是如果她再跟我说离婚的话，我一定会非常爽快地答应她。嘉诚，嘉诚，臭小子，他到底想什么呢？他怎么经营自己的婚姻啊？喂，啊，是我，我听出来了。好，你说。为了我们的相遇与认识，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杯。谢谢。我今天以为我约你出来吃饭你会拒绝，没想到居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。我本来应该好好谢谢你，所以今天这顿饭我来请。哎，不行，男女在一起吃饭，当然女方付钱的道理。再说了，谁请谁都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开心就好。来，吃吧。怎么了？你不开心吗？不是，其实认识你以来，我发现我变得快乐和开心了很多。哎，不瞒你说，我之前已经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优秀、这么好的女孩，可是你的出现，改变了我的看法。其实，我认识你之后，也改变了很多想法。我的人生观跟以前也不大一样了。当然，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。不用的。啊，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地约你出来吃饭吗？这不是我们约定好的吗？这只是一方面。我明天一早就要飞北京，替我爸开一个医学会议，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把你约出来。你要离开几天呀？那，你今天不是应该陪你的家人吗？尤其是你太太。其实，怎么说呢？我和我太太个性很不相同。我有我的兴趣，她有她的爱好。她喜欢人多，喜欢购物、逛街、打麻将什么的。我从来不喜欢管她的。我觉得吧，这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沟通。你这么优秀，这么有才华，我相信你太太一定很爱你。你干嘛不给她一个机会，好好跟她沟通沟通呢？其实你的这些话，我家人也劝过我。这些年，我也没少做努力。哎，好了，不聊我的事了，谈谈你吧。一个离了婚又带着孩子的女人，有什么好谈的呢？映雪，其实我见过你以前的婆婆和你的前夫，以及她现在的那个女人。说句不该说的，我觉得她真的很没眼光。哎，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，我是说，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她都没有把握好，反而要去寻那样一个女人，
他这么做，只能说明这是他的不幸。哎，不过也好啊。说起来，也是你解脱的开始嘛。我也只能这么想了。谢谢主任。一雪，不是和你说过吗？平时叫我嘉诚就好。嘉诚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。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医院，去发挥你的特长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那我们怎么了？我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，那就永远都会是朋友。一雪，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告诉我好不好？没有啊。来，再次谢谢你。一雪，说过的。你说过，不要让我谢谢你。对呀。好，那我敬你。祝你幸福。也祝你幸福。嘉诚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我心里真的希望能永远当你的好朋友。只可惜，吃完这顿饭，我们的友谊就结束了。我离开医院以后，再也不会和你见面。不过在我心里，我会永远记得你，也会永远祝福你。那个财务密码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，你为什么要重新设计组密码呢？妈，密码不是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，还有嘉佑、嘉诚跟爸爸也都知道密码呀。你也知道，他们大男人呢，每次做事都粗心大意的，万一哪一天在护士面前把电脑给打开，让人家知道了密码，不就不好了吗？小心一点也对，但是你再设了密码，也应该告诉小军一下呀。妈，说实在的，张小军才嫁来我们家几天，我实在是信不过他。大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妈既然让我管，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啊？我不信任你，自有我的道理。妈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还看到张小军拿了一叠钞票，要给他的大姐张映雪。妈，我是有钱拿给我姐，可是那是因为我姐她要离开血乳医院，那时候她孩子又受伤，正是需要用钱的地方，而且那些钱是嘉佑给我的。嘉佑给你的钱，难道就不是医院的钱吗？小军，你嫁到我们刘家，就是我们刘家的媳妇儿，你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，只要是不是很奢侈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但是我最不喜欢拿着丈夫家的钱，去帮自己的娘家人。妈，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你说你拿着钱去借给你姐姐，你最起码告诉我们一声吧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你说你都嫁到我们刘家来了，你那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？还有杨澜，你这做大嫂的也要有个做大嫂的样子。小军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你就多教教他。还有，你把医院那个账拿回来我查查，我再看看。妈，你放心，每个月做好账，我不都马上给你过目签字的吗？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有事儿，先出去一趟。妈，慢走啊。
怎么了？干嘛用那种眼神看我呀？大嫂，你怎么这么用心机？我那天都已经给你解释过了，你干嘛要跟妈说啊？怪我跟妈说？可是你先在妈面前告我的状的。你，我嫁进刘家，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刘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对我非常信任。如果你是想要来对付或是扳倒我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大嫂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扳倒你，或者是要跟你作对，所以我希望你别把我当外人看，否则怎么样？大嫂，你别忘了我也是学商的。你既然不让我看以前的账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如果你再这么对我的话，我会把你那些见不得人账全部给翻出来。好啊，有本事你就去查呀，反正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账。再说，我也不会让人家威胁我的。这样最好。大嫂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是个省油的灯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省油的灯。就拿你大姐来说吧，她离婚之后马上就去勾引别人老公，这就证明了你们全家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请你说话留点口德。我当然会留点口德，我甚至还会帮你留一条后路。张小军，我警告你，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不然怎么样？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张小军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加油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和几个姐妹在这边喝酒，想散散心。我看到你独自坐在这儿，我本来不想来打扰你，可是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，这会伤到身体的。我很好，我没有喝闷酒。加油！我了解你，我看到你脸上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你有心事。你是不是在看我的肚子变大了？你不让我去你们医院，我就去了别的妇产科医院。医生说，孩子已经4个多月了，宝宝很健康。
宋晓，对不起啊。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？只要你开心，我受这点委屈又算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加油！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你是没有办法，被你妈妈逼迫，你才娶了别人。你是宋香。加油！你怎么了？难道你刚才说的话不是对我说的？那你是在对谁说？加油！你告诉我，你还爱不爱我了？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那个张小军？加油！你告诉我呀！宋香，我只能对你说对不起。把咱们俩以前的事情忘了吧。我爱的是张小军。这么晚了，你不知道上哪去？这手机还关机。小军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我去有个应酬。啊，小军，你是不是在等嘉佑啊？是啊，妈，这么晚了，佳宇不来个电话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手机还关机了。小军，这男人在外面应酬也是很正常的。做妻子的要多体谅体谅自己的丈夫啊！我知道了，妈，我会做好家里的好媳妇儿，也会做个好儿媳的。不早了，快上去休息吧，不要等嘉佑了，他不会有事儿的啊，放心吧。妈你也早点休息。